来，这张是张洛的，本来上周想改，对不对？那我也说过这张问题不多那几个观念调整一下，我觉得图的那个档次就可以再上去了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这张直接看我改的前后状态就可以了这张是这样的，这是角色跟效果的优化。不知道张洛在不在你看一下。好，那你们觉得这个差别在哪边？你们现在眼中看，像这样一张图经过修改调动之后，差别在哪里呢？好，那有可能你们觉得差别是在颜色变鲜艳了布灵布灵的那个光芒变多了，是不是只有看到这样子？认真再品一品认真细品一下，是只有这样吗？想一下好，那我先把改的步骤应该说我先说一下这张图给我的感想这张图画得很好就是张洛的那个画技表现很不错那很用心，画面内容呢，就每个地方都是巨细靡遗的去画，是不是然后包含这个就是架上的面包，然后呢上面该要有的这个篮子啦，还有这些可能那个告示牌什么的还有角色的美感等等的都表现得很用心好，那这张我会想要做的调整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一看会看到一个问题，人跟背景有粘在一起的问题这张呢在小图状态下要分辨人的难度很高那这边再强调一个观念，就是一张图呢绝对不会说它莫名其妙就一张大图在你面前忽然间第一时间闪现，不可能啦不管你是在滑Twitter、IG 任何地方，它都是小图，一开始都是小图，所以如果你们画图的时候呢，你没有像这样缩小检视反复确认效果的话，那你就不知道说这张图第一时间给观众什么印象。那你们就去想象你在滑可能 IG 什么的，它就一堆图，对不对？一堆图，好，那你是为什么会点进去看的？那像这个张洛这个也是其中一张，对，你为什么会点进去看？理由是什么？好，那我们只有这么小的面积跟很短的几乎不到1秒的时间内，你就可能会错过一张图，对不对？好，那你为什么点进去呢？好。这么小的面积，很有可能你已经快速看到东西了，你感兴趣的东西，例如角色正在演出个什么，或者说你一看就有些那个会诱发你一些欲望的东西，举例皮肤色，这个相当管用就是你皮肤色再加上这一瞬间转瞬之间，你看到有一个类似酮体一个肉体的感觉，然后它又布满皮肤色，你一定会停下来。你是人类，你是血肉之躯，你就停着之后你就点进去看。点进去才发现上当，哎呀，怎么这个东西根本跟肉体无关就是个窗帘，是不是这类的经验你们有的是，我也有好，我承认我也有这样在刷的时候，你要快速的察觉一些你感兴趣的元素，你才会点进去看。好，那当有些画面有可能我们像那个张洛这张，它符合日系喜好的观众的一些视觉效果，所以呢，喜欢日系的作品呢，会停下来，因为它就有达到一些标准嘛，所以我会停下来，然后。再来呢，会用下1秒钟第二时间呢，再看，这个好像是个漂亮女孩子、妹子之类的，我再真的点进去。好，这个时候呢，你才会真正欣赏到这张图。好，那所以呢，第一时间在小图状态下，你就要有足够吸引人的小的元素。好，那它可能会是一些色彩搭配、一些对比、一些让人感兴趣、有刺激性的色彩，以及若隐若现的元素。好比我刚讲的肉体那类的，对不对？一瞬间一刷，必须看那个感觉的那所以这张图呢，当在缩小状态下，如果我个人我不是日系的观众的话呢，我很有可能我就错过了，因为我看不到人在哪。第一时间我这样看，我就很难辨识人在哪边，对不对？好，所以像看一下我这个后面的修改，有看到吗？修改有看到吗？这个修改的目的呢，有把人物强调出来，所以呢，在拉的时候呢，我认为它比较容易卡住，让人家那个手滑的时候，停一下。当然要再更加强化。凸显这件事情的话呢，还有很多办法但是我们就是在现在画面有限的条件内，我们尽量去优化它。好的，这个观念大家要记得。所以张洛这个角色跟背景是有点粘在一起的甚至我直接用红框框这一块来，哪里是头发，哪里是后面的那个篮子跟面包，你真的有办法？你的眼睛真的有很清晰的把它扫描出来吗？你眼睛这样由上往下看，你会到很多地方开始哪里是哪里？你会有这种疑问。那有这种疑问的话，其实你在攻略观众的那个心这当中呢，你就丧失了先机，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征服观众那所以很多地方你有时候呢，我们保留画面上一些东西，让他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那是增加想象。但是呢，人的轮廓基本上你是不可以这么做的，人的轮廓一定要清晰，好分辨所以呢，我们
像在黑白漫画里面常用的技法就是人物的边缘要挖空，对不对？用一个白边之类的。好，那再来我们就单纯看画面上还有没有更细致的问题。张洛是有让我观察到，就是说你画是很用心，但是呢你欠缺远近厚度的就是更有敏锐度的表现吧。现在看一下红线，这个是一个袖口，对不对？袖套的这个口，你的横切弧度是不够的，这个手是完全抬起来，几乎就是要远近纵深，几乎就是要摆成一直线的，对不对？那这个弧度不够，这个弧度呢要更大啊。我绰号是什么？你们记得吗？我自称横切之鬼，你这个就在横切上摘了，对不对？你弧度不够，横切要切的够大。再来的话呢，就是面对一些特定的线条，这些线条的时候呢，你的弧度朝下是错的，因为你现在面对这个领结，是不是？它一定是蓬出来的。蓬出来之后呢，它面对底下的切口，弧度朝上才是最符合远近感的。所以呢，你在这边，当然你可能想着说，那我就是有一点那种波浪边的那种感觉，不对，那你这个想法就天真了。来，这个是你正确的轨迹，我们以打叉这一片，这是你正确的轨迹。再看一下蓝线，你就是要这个弧度上面呢，你把波浪再安排上去，知道吗？它要长这样，朝上弯，知道吗？再看一片，像这一片呢，这一片可以只有这样吗？不可以，这一片张洛可以注意这条线你要往上弯，因为是有远近的，它是翘起来的。然后呢，在这边要变成这样子才对，知道吗？它的排列就一定要符合往上弯的这种横切效果，是不是？好，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一串东西，这一串是什么？这一串就是服装上的那个装饰，对不对？好，那我们其实可以认真再进一步的去探讨，说哪一块蝴蝶结在上面，然后哪一块被压在下面，这是可以再认真讲的。好，那我们先不要那么严格，就是这个边边呢，这边边会构成一个大概也是一种纵向的切线，这条线的话，你的画法没有呼应身体，所以呢，你这个身体像这条线，我在上次我们在简单在讲的时候，这条线其实是可以再优化的，胸口到这边转侧面，那我们这边要有个45度线，对不对？那其实不只是这个地方45度线上而已，你在相应的地方，你大概的物件立体变化转折，这个全部要呼应出来。那其实再往下看，其实看这种地方，看边边都可以看出你的立体远近的敏锐度够不够。目前看起来是有欠缺。然后再来就有一部分是骨架问题，骨架问题是这是外侧尖。这外侧尖的话呢，这个太多了，到这边就要停了。所以你多出一块，对不对？活生生的多出这一块肿起来的。再来呢，动作往下的手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往前抬的这个手，这个手我还认真，我今天还自己拍照拍一下，看看这个手往前拿一个面包给人家怎么样？因为一般我好像也没画过拿面包这个动作，所以我一下子有点迷茫。人生路上，居然有我一下子改不了的那种骨架了，是不是？我就自己拍一下，我怎么不行，这不算可耻，这个要叫做什么？承认自己的弱项。我还是没有画过拿面包，因为它要符合几个，就是东西往上提，以及比较害羞的那种手指姿势。那如果可以的话，再帮张洛加一点色色的那个气氛，是不是更好？我发现这3件事情，今天下午我就宕机了，我就莫忘初心的自己拍一张，是不是？是不是不信？是不是不相信我真的有拍一张？真的有拍。张洛为了你啊。好，然后呢，再来这个是你要拿这个胸前的这一个纸袋，对不对？这个动作你要这样整个抱住是可以的，但是要抱住的话呢，这个纸袋位置呢会建议你拎高一点，这样呢你这个动作抱上来的感觉，它才像是抱着。那如果说它是放在腹部这附近的话呢，那我会推荐你要不要参照我的做法，就是扶在这边扶着它，是不是？那我手画的大小可能跟你要的比例可能不太一样。好，那你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参照自己照片跟你画的，我得来的结论就是这个应该是要这样拎着，像这样拎着，因为你原本的拿法感觉上，我觉得这个面包有一定的拿法嘛，它不像拿锐步有一定的大概的抓法，是不是？它就拿面包的抓法就是五花八门，是不是？那我们就要尽量让它看起来秀气好看，是不是？好，然后呢，这个是我调整过的，你看一下当然你是那个比较传统日系做法就是补线，这是色彩画完补线的。好，然后呢再看这个是调你的动作体态，看到吗？好，那
这个部分张洛不知道记不记得哈？我跟你讲过在我横切之轨的眼前哈，这个不能跑掉，弧度要像我现在改出来的这样，因为你这个透视是从这个方向好，消失点从那个右边往左边这样子发散出去，对不对？那你原本的做法是把它画成像这样的线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哈，这完全不行，就不能放在这个角度上，对不对？好，这个呢在上次说过了哈。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一些细节表现上，你看一下啊，来。让我看一下，有看到吗？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我就有改给你们看了，有没有？改给你看了，有看到吗？好，然后有些真的是像这种轮廓边缘的物件环节，像我现在红线圈这一块，你到这边画这一个之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对不对？它要往后面靠进去，那你要想办法弧度切线出来，你自己要去分配安排这些折一上一下这样子排。这是本来要做的事情，我就帮你补上啊。然后注意，这个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切口，有没有？这个切口弧度不够嘛，是不是？好，那像这样，这个切口弧度就够了，对不对？好，然后手呢是帮你就是剧烈的抬起来。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还有个细节哈，有些细节表现是这样的哈，这边没有细节了吗？好，你看到你的袖子，你都知道哇这个皱褶什么的，对不对？你有去研发，好，有去锻炼啊。这里呢？这里怎么办？没细节吗？怎么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没有呢？好，那我跟你讲最简单，腰部附近切口附近你带皱褶就对了。然后要不要往上下蔓延开，就看你想要的皱褶数量。好，那像我是直接帮你带上这样子哈。然后再看一下往下的这个裙子，这个已经完全平掉，这个完全2D 了哈。你要画出远近，远近的做法，有时候我们透过一点弧度来表现，同时间内形部分的结构，像这个是皱褶拖进来，横切进来，这个地方布料皱褶切进来，都可以帮助它巩固整个立体远近，知道吗？如果你就是放任它，就是直接这样平平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哇，那这个就是你就是放着它变成2D，知道吗？好，那这样。细节加上去呢，那效果就会更好，对不对？然后在这里也要问一下，你是怎么想的？这里不可以没有，这个呢是我们的什么？这一块叫什么来着？这叫三角肌，是不是？胸肌在这里，然后呢，这是腋下，这是个美妙的东西，腋下，你从那个手臂腋下这边，你把线切进来，这条线一定要画不要漏掉。你看加上去之后，然后往下这个再往下蔓延，是不是会接上那个美妙的胸肌？会。那我们只要接个头就可以让人家浮想联翩，是不是？好，那当然你这个要再玩的再更高端一点呢，就是这样切下来然后跟乳房边边接起来。那这个接起来呢，又要故意的把中间线给放掉，让它这边呢有一点要有跟没有那之间那个像这样子就算你会很会玩了就是让人家联想想象。这一块结构，交代了腋下，交代了手臂往前，往下呢，它要接着它下一站去哪里？当然是往下找乳房，是不是？那你这样子嘞，这样就什么都没有，这样就是它的那个可看性少一些了，是不是好，然后呢，当然我就没有那么剧烈的去处理了你就是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然后呢，最后这个步骤的处理，你看一下这个步骤呢，当然你会看到我是强化效果，对不对？加一些什么加亮颜色什么的去刷表面上是这样但是你可以把我的特效关掉，我帮你做这3个特效先关掉，你就单独开关看一下。我有帮你加一个物边，这物边呢，对于人物的就是人物的那个聚焦独立，把它让角色跳出来是很有用的有事没事就用一下那主要这种物边会放什么地方？放画面下缘就角色底下可以放，那上面可以放吗？看画面你的聚焦选择，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好，总之呢，张洛的那个整体表现是细腻美感然后是很卓越的但是你要增强你的立体表现的敏锐度因为很多地方你画成平的了，你真的把它当成平面在画了那要立体起来，当然这个东西嘴巴讲，你会觉得这个是我有没有什么哪个诀窍没打通我有没有什么关键技术，我是不是就是有哪个点没有领悟了我认真讲这种立体分辨的敏锐度，很多人都有这种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在看大家在克服这件事情，它也不是说短时间内好像就是被劈2巴掌就立刻就醒了，没有，这个好像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去感受的
感受到立体表现。那我看未来能不能在校友区开这种练习哦，这种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有那种骨架动作生硬这个哦，那你觉得这个练几个骨架你就能解吗？最好是这样，要是说有照个什么招式1、2、3做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天哪，那我就是神棍哦，没有那种事。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些练习上的那个安排，那包含像这种立体感知力，我要安排一下练习的方法，这个可能会在那个我们的龙族 CG 联盟里面哈，同学们跟那个网友们都可以连连看，是不是？好，对了，张洛跟你讲一下，你的封闭影下的不太够，有看到吗？我这边下的比较重一点。封闭影呢，也一样可以让角色比较跳，然后它的那个存在感会比较好哈。这个在画面缩小的时候感受可以特别明显的哈。OK。